离开飞来时，我沿着怒江美丽公路继续往北上，没走几公里就到了老母灯和栀子罗的岔路口。老母灯和栀子罗可以说是到怒江旅行的必到景点。这是一条盘山公路，从怒江边的219国道到老母灯，海拔会从1300米攀升到1800米。这条新修的道路路况很好，但山路18弯，这里山壁陡峭，在雨季要十分小心落石。老母灯观景台，栀子罗老城。这个栀子罗老城啊，往这个方向4公里。等一下呢，再过去看啊。先来逛一逛这个老母灯，往这条路走下去呢，就是老母灯教堂了。这村子里面的道路啊，非常的狭窄，像在这里呢，就完全没有办法会车了。所以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把车子开进来啊，就停在路边就好了。否则的话，进来容易，出去难啊。刚刚一上来的时候啊，还下雨呢，是晒着太阳下雨。这上面的天气啊，真的是变幻莫测。教堂就是从这个门进去啊，可惜今天呢不是礼拜天，所以看不到他们做礼拜，也听不到他们用傈僳语唱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啊，这个景色呢确实是漂亮啊。你看这些房子呢是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啊。老母灯是一个怒族村落，它位于碧螺雪山的半山腰，东以碧螺雪山山脊为界，南接栀子罗村，西面就是怒江。老母灯是怒族语的音译，意思是人喜欢来的地方。这是一座建在悬崖边上的古老村落，依山而建的房子鳞次栉比，其中一些民房也变成了客栈，部分客栈还有自家的小院子作为停车场。但是村道狭窄，会车极其不方便，所以还是建议修建一个停车场，方便游客停车。在村子里，你能将大峡谷的美景尽收眼底。看一下远处这座山啊，像是什么呢？是不是特别像皇冠呢？没错，它的名字就是叫做皇冠山。我们来看一下皇冠山的左边呢，就在垭口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一点点反光呢？那里啊，就是还有积雪啊。站在1800米海拔的高岗上，可以眺望对岸高黎贡山状若皇冠的奇峰，这就是海拔2900米的皇冠山。皇冠山因形似皇冠而得名，在群山之中独树一帜，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老母灯是观赏皇冠山的绝佳位置，有很多人因皇冠山慕名而来，一睹它的壮美。我升起无人机想飞过去一探究竟，但无奈距离还是太远，如果硬要飞过去，无人机可能就有去无回了。由于这里地处高海拔，所以视野非常好，几乎任何一个角度都是美景。这就是老母灯基督教堂了，上面呢是写着4个字啊，神爱世人。这座基督教堂啊，现在已经是福贡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这里有一个只剩下一半的气瓶，这个就是他们教堂的钟了，用来敲。在怒江整个州内，只要是有人居住的村落，几乎都会有一座教堂。老母灯的基督教堂，由于它所处的位置，显得别具一格。如果恰逢礼拜时间，别错过到教堂聆听无伴奏的唱诗。只可惜由于时间关系，我并没有在此逗留很长时间，所以与这天籁之音无缘了。教堂完工于1996年，青砖墙、红漆木窗、铁皮屋顶，相较于其他教堂并没有特殊的地方。但特别的是，村民唱圣歌用的是傈僳语，傈僳语圣经也为怒族信徒所共用。在圣诞节前后，教堂会有连续几天的庆祝活动，以圣诞节当天最为盛大。游览完老母灯，我驾车往海拔更高的栀子罗进发。2个村相隔并不远，只有4公里，
建议自驾游的朋友可以在同一天游玩。栀子罗在傈僳语里是好地方的意思，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记忆之城。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伤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栀子罗的故事。在1000多年前，氐羌的一支乌门部落后裔从澜沧江越过碧罗雪山，到达怒江之上的栀子罗繁衍生息。他们称为怒苏，是碧江怒族的起源。以前从古南诏国经栀子罗，再翻越碧罗雪山到达高黎贡山，只需要1天就可以进入缅甸。自此，栀子罗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集市之一。这座建筑就是整个栀子罗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怒江州图书馆，也叫做民族博物馆。这建筑的两边还有一些老的标语啊。我们从这个阶梯上去，你看这里像不像是一个大的舞台呢？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哦，你看这里呢是有很多阶梯，那边就相当于是看台嘛。从这个地方上来，看一看这道门，像不像是演员啊出场的地方呢？然后来到这里表演。你看这个阶梯啊，相当高，1级顶3级啊。这一座民族博物馆啊，是一栋8角建筑，一共是3层。因为这栋建筑有8个角，所以当地人习惯称它为8角楼。8角楼建于1986年，建完后从未启用过，当时还特地从大理请来工匠建造。建成后还没来得及放假一本书，限制就被撤销了。现在被改为怒族博物馆，但仍然是关闭的状态。这上面是写着怒江州图书馆。为什么怒江州的图书馆呢会在这里呢？那是因为栀子罗在过去啊就是整个怒江州的州府，不过后来啊因为某个原因就把州府啊搬到卤水市去了。在20世纪，栀子罗曾做过怒江州的州府和碧江县的县城。别看它如今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在1962年宝山至怒江的公路通车之前，它可是怒江峡谷的物资运输枢纽。前往怒江只能从澜沧江边的营盘翻越碧罗雪山到栀子罗。这条线也被称为茶岩古道或岩马古道，串联起了3江并流地带的丽江、诺邓、福贡，甚至缅甸和印度。但半个多世纪前开通的新公路绕开了栀子罗，随着茶岩古道的没落，栀子罗的交通优势不在。1974年，怒江州府迁到江边的六库。不久后，有专家分析出栀子罗有山体滑坡的风险。这个事件给栀子罗这个地方的发展带来了致命一击。因为担心县城被埋，1986年栀子罗所在的碧江县城被撤销，村民迁出后改为匹合乡下辖的栀子罗村。可是30多年来，滑坡并没有发生，但栀子罗的时光却凝固在那一年。20世纪70、80年代的建筑还像幽魂一样矗立在这山巅之上。可惜这座图书馆呢，现在不可以进去里面，但是呢，有一条阶梯啊，可以上到第2层，走一走这个外围啊。每一层的大门呢都是锁着。来看一下这下面这座建筑啊，你看这里呢是有几个字啊，写着工人俱乐部。从这个位置上去第3层。这座建筑啊是在1986年2月竣工啊，是大理市第5建筑工程公司建的。往这个方向看呢，还可以看到碧罗雪山上面呢，还有一点点积雪啊，就在这个山峰的上面。我们往这个方向看，我觉得整个栀子罗啊，最佳的观景点呢，应该就是这个位置，这座图书馆的3楼啊。现在呢，我们往这个方向看，整个怒江大峡谷的风貌啊，都尽收眼底。丙中洛啊，就是在那上方的上方，还有很远呢，大概还有180来公里。怒江大峡谷呢，是显得非常的深邃。我发现上来栀子罗啊，比起在219国道那里呢，要凉快很多啊，因为这里啊，海拔又高了不少。我看到上方的这些彩绘啊，十分的漂亮啊，
你看还单独做了一个翅膀，像是大鹏展翅。现在我要下去镇子的另外一边来看看了。现在就从篮球场这个位置啊，往这边走，然后从镇子的另外一边呢返回来。这一栋呢很像是那种宿舍的结构啊，每隔一个房间呢都是有一个阳台。这些房子呢都是属于危房了。沿着这边的阶梯啊往上走，团部住宿楼旧址。走在这种建筑群当中呢，有一种感觉啊，就是瞬间将自己带回到70、80年代了。危房啊都是不可以进去了，不过可以在这个窗口这里呢看一看啊，里面环境呢还是非常好。继续往这边走，从这个小门进去啊，原来就是州府食堂。哇，你看，在这里还有一个老的农用具，就是用脚在这里踏板，然后在这里呢放一个石臼，就可以种那些面粉了。真的有一种回到70、80年代的感觉啊！你看这些房子非常有代入感啊！哎，这个是水龙头，我还以为是一口老的水井呢，果然是食堂啊！你看，这里呢都是厨房烟熏的一些痕迹嘛。继续往前面走，虽然说这里啊早就没有人住了，但是你看整条街道呢还是被打扫得相当的干净啊。这里是州政府办公区的旧址，还有政府住宿区旧址，就是这个方向，原州政府办公楼，还可以上去第2层参观呢。不过现在呢，好像还是有一些居民啊在这里住。你看这边呢是挂着一些衣服，这2楼的围栏呢是木头做的。我们上去看一下啊，这楼梯啊也是木质的。州政府的办公楼啊，不过在以前来说呢，这种办公楼啊也算得上是非常的豪华了。这个小阁楼呢，相信是后期啊住在这里的居民呢加上去的。现在这些房间呢，你看每一间呢都是锁着，这里还放着一个大南瓜呢。这个房间呢就是没有人住的了，放着一些破旧的家具。看一下这条楼梯的围栏，看起来呢还是非常的精致啊。这后面呢还有一栋办公大楼啊，看起来呢要比这一栋啊气派一些啊，至少它前面呢是有一个往外凸出来的门楼。这里有一块木牌子，写着原州委办公楼。现在呢也是有一些居民呢住在这里。哇，这里面就相对来说比较黑暗了。上来2楼看一下，这一栋果然是更加的豪华，每一间呢都是关着。像这些房间呢，就不知道有没有人住了，应该有啊，都是锁着。这些电表呢都是新的。原来的州政府大院呢，现在呢就变成了菜园子了，不过也算是重新利用嘛。出了这个大门之后呢，你看，就是一条很长的阶梯了。这上面还有一些内容可以看哦。栀子楼玩小旧址，就是一座小学的旧址啊。往这边走还有100米。
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啊，大家有何感想呢？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奋斗过，留下了青春的记忆呢？看一下这栋房子的窗啊，大家看得出来有什么痕迹吗？这栋房子呢，曾经发生过火灾。看一下上面的窗，你看这个窗的框呢，是不是只剩下木炭了呢？很明显就是发生过火灾啊留下的痕迹。我想这里应该就是晚小的旧址了。原来的这一排排教室现在呢就是成为了本地居民的一些房子了。因为空着也是空着嘛，有人住呢还算是旧物利用。好，又来到一条阶梯了，你看这里有块牌子写着栀子罗教堂，从这条阶梯下去。原来栀子罗教堂就是在这个位置你看旁边呢就是一个停车场，现在这里的停车场已经是要收费了。来到怒江才知道什么叫做怒江。怒江就是除了盘山公路还是盘山公路。来看一下这里呢是一个处在半山坡上的村庄，然后再往这上面看，这棵树的后面是一个村庄，对面的半山上是一个村庄，下面一点点也是一个村庄，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村庄，真的是望山跑断腿我相信有很多村落呢，可能通汽车都是有一点困难不过通摩托车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算可以通摩托车一上一下也是半箱油路边的一棵树非常漂亮你看这个树干，这个好像是梧桐树吧。继续沿着这条大街往前走，回到我停车的地方。当年撤县只是撤走了行政单位，后来远近乡亲们又陆续搬进了各单位废弃的旧屋。街道两侧都是过去的单位建筑，旧建筑当中穿插着新建筑。栀子罗也有客栈，但是逗留的游客很少。如今的栀子罗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格局和风貌，八角楼、青砖白墙的建筑让人恍然回到了过去，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正因为如此，它被称为记忆之城。